嗨，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，我们是大白笑语看世界。那这期节目呢，我们想跟大家深入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物价膨胀的美国选择住在房车里？那住在房车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？那我们在生活2个月以后，终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真实感受了。因为大多数华人都是，刚开始知道洛杉矶、加州，对，就知道这几个地方。那我们去年呢走了一次66号公路，那这一趟旅行呢，实际上相当于横穿美国，感受非常深的是，就是说，其实美国太大了，有好的地方也非常的多，我们是可以移动的去工作的。我们要为大家拍影片嘛，对吧？我们不需要固定在一个地方。是。那前一年是因为我们确实租了一个房子，一直固定在一个地方，我们发现很难我们去走出去。还有一个呢，我们想通过房车旅行的方式呢，去看看各地哪个地方的房，价格好一点，然后适合生活，对，物价低一点，对，生活环境好不好？在美国的华人朋友啊，如果你们对当地呢有很深的了解，或者你觉得你的城市生活的真的非常的好，然后联系我们呢，我们想邀请你来上我们的节目，然后你也可以带着我去你们的这个城市看一看，介绍一下，逛一逛。那外部环境呢，我们就离不开营地。对，因为房车营地呢，就是你居住的小区。现在呢，我们住过很多营地了，比如说我们最开始住的那个橙子营地，对，那是一个城市里边的营地，所以它周边环境特别的好，是，而且里面非常干净。营位旁边就随时可以摘橙子，那个橙子还特别的好吃。第二个营地其实就是咱们现在住的这个营地，住的第2次了。对，这是有加拿大鹅的一个营地，这是他们的一个栖息地，非常的自然。对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山顶遇到暴雪那个营地，对，那个营地也是一个很自然的，有山狮啊，有狼什么的，对，就是非常自然，但是它的配套又非常的好。对，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经常会下雪，那个地方虽然感觉那是一个山上，你感觉好像开着房车不太好去，但是其实路修得非常好。是，然后底下呢就是沙漠，就是炎热的地带，上面就下暴雪，这种感觉真是很奇妙。接着我们就去了一个沙漠地区，就是约书亚树的这个地区。我们住的那个露营地呢，就全是棕榈树啊。对，那个地方的特点呢，就是沙漠，它非常干又非常的炎热。对，那夏天的时候可能就不太适合居住了。是，然后呢，就跟大家说说我们刚离开那个营地，那个营地呢，就是设施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干净。当时我们住了7天，我们花了$220。也就是在城市里面的营地，其实是你住的时间越长，它越便宜的。是，所以说也会让很多就是美国人可以选择这种住的地方，它是便宜一些，对，相当于你租了一个房子。我们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大哥，然后他带着他自己的孩子就住在房车里，然后我们聊天，他说他每天早上去送孩子去上学，对，他就住在房车营地。对，那他现在没有房子，跟我们是一样的。是，他已经看破人生了。像在我面前这个营位呢，一看就是常住营位，他会把他的营位呢布置得特别好看，养了很多的花儿。其实在美国很多人呢都是这样生活，他们的生活态度感觉特别好，还是很享受这种生活。然后再说说我们的具体的营地的设置吧，因为你每到一个营地，就是你的营位就相当于你的家，你的小院儿。每一个营位呢，它都设置的非常好，就是你的车是多大的，它的营位就是你可以停一个房车，停一辆车的这么一个地方。然后营位呢会有配套的下水、电，还有城市水。对，你只要把这些接上你的车，就跟家一样。然后呢，它还有植物去包裹着你的这个营位，会有跟其他的位置呢很好的一个隐私性。这个就是营地的垃圾站，然后但是它会分就是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这种。营地呢还有配套的，比如说有办公室、有图书馆，然后呢还有运动的，打台球，对啊，游泳池，对，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呢，就可以很多人一起去玩，然后洗衣服，对，洗衣房，都配套的，对，还可以收发邮件。对，收发邮件，对，也是比较方便。对，而且呢，周边又是城市，又可以有超市啊什么的，买东西都很方便。那基本上我们亚洲人最担心的事情呢，就是美国这边开房车安不安全。其实呢，给您看一下这边的营地。这边的营地，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他会给你一个码，一个 code， 告诉你你要进来的话，你会输入这个码，你才能进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密码的话，你是不能进来的。而且这个码会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更换的，所以它是很安全的。一直有人在这边看着这个门，这让我不禁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们老了之后想聚在一起养老的话，觉得老年很孤独的话，在这块应该挺合适的。你这准备的有点超前，超前了啊，超前了。不过我们的视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
可能性，对对对。我们每天花费时间最多的区域就是现在的这个工作娱乐区，大家看到的视频就都是在这个环境下剪的，怎么样？特别爽，是不是？上面这个柜子呢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娱乐柜，里面呢有 Apple TV 啊、Switch 啊，还有 DVD 什么的都可以看。刚开始来到美国嘛，英语毕竟不是母语，那现在最近呢，我们就用这个喜马拉雅这个软件呢去找一些英语的教材。那最近我看到一个这个潘吉学英语的，他的一个课还挺不错的。他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，两个人这个中英来回翻转去对话，然后设定一些场景。正好呢，我这个车呢有一个家庭影院的系统，我把这个手机呢连上这个系统之后呢，整个这个车厢都有声音了。我给你们听听啊，现在，你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你又一次来收听。对，声音是不是特别好？然后我平时我们俩人做饭啊，干点什么时候就可以用这种零碎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英语。App 呢还可以一键切换语言，你只需要点一下这个 App 的语言的界面，切换成英语，然后瞬间这个界面就变成了所有的是英文的书籍。那这对练习英语的听力呢也特别好。那最近呢，我还在用喜马拉雅这个 App 呢，在看小说，比如说以前在国内没看完的《追风的人》啊，还有现在最热播的《三体》。那最开始呢，我觉得播客的软件吧，就给我的印象是那种电脑机器人出的声音，但没想到它播出来以后的这个声音呢，就好像在看电影。那我们在忙别的事情的时候，我的眼睛是不用看，我就用这个听力，然后去想象，还是挺有画面的。这个让我还是挺意外的，因为我们房车嘛，不可能去购买很多的书籍。那这个 app 里面有15万加的这个正版的有声书，所以是很够看啊。因为这个书籍要太多的话，我们的房车呢就会很重，那拖起来呢就会更费油。所以这种无纸化的这种软件的这种书籍对我们非常的重要。那在我们的简讯栏里呢，有14天的喜马拉雅这个 app 的试用。那平常你点击呢是7天的试用，那点击我们这个链接呢是14天，而且你随时呢可以退款，不用担心。非常推荐这个 app， 让大家试一试。其实房车对比房子来说肯定是会凉一点的，所以呢我们选择了一个羽绒被，两个人盖起来非常暖和。那这个车其实是有保温的，它里面是有很厚的那个保温层，0度的时候你一定会冷的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空调了。一般来说0度以上你可以开一个空调都没有问题。那如果你再冷，你就需要用燃气制热的，整个屋子就会非常非常暖和。最开始最担心的就是洗澡，我担心的是它的热水能不能像家里一样持续供应，但是后来发现是可以的，因为我这个房车呢有2种烧热水的模式，第一种呢是纯电，第二种呢是纯的燃气。那这2种呢可以同时开，就如果在很冷的情况下，那我们实际测试的时候呢，会发现在山顶暴雪那一次还是开的纯电的烧水。我们在晚上在这洗澡的时候都可以持续的供应热水，有的时候那个水都很烫，所以这一点一点都不用担心。因为我们之前在国内呢有过一次海南环岛的房车之旅，那其实上回就是感受不太好，因为当时每一次排废水的时候都需要我亲自去到厕所去排。那我们现在的房车呢就不用了，因为有房车营地的配套的下水口，那我们房车呢是冲水式的马桶，直接冲下去排出去就好了。觉得在生活中我们实际这个体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和平时在家一模一样。那厨房我们特别满意的就是，这个车设计的厨房空间非常的大。这个灶是一个3头炉，这3头炉的火是不一样的大小，最外面的火是非常大的。那我现在用起来觉得炒菜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并且这个油烟机你别看它小啊，但是它的吸烟非常的好。它车外面有一个排烟的一个口，当你打开这油烟机的时候，这个烟就直接出去了。下面有一个烤箱。这个小烤箱也是要用那种打火器点燃的那种，热的非常的快。我觉得烤蛋糕啊，烤什么菜呀，什么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前2天还烤了一个披萨，就非常好用，就是20分钟就能把那个披萨烤熟。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巨大的冰箱，上面是冷冻室，下面是一个很大的冷藏室，上面还有一个微波炉，还有一个调料的储藏架。中餐的料你可能不是到处都能买得到，所以你就会多买一点东西把它囤在这儿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开启这个房车生活到底花了多少钱，最扎心的部分了。那先说这个车啊，我们选了一个福特的150这个皮卡。那这个呢，我要考虑的因素就一点，就是我的皮卡要能拖动我身后的这个房车。
对，所以我们一开始买车的时候，上来看的就是皮卡。这也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其实在美国现在油价上涨吧，其实很多人都换电车了，而且或者是油电混合的小丰田啊这种车。对，尤其是加州。这是一个二手车，我们当时买的时候是美金5.9万，对，这个挺贵的，我觉得。对，因为现在二手车其实也是价格比较高。就在这3年，车价高，二手车的价格也高了。对，然后呢就是房车。对，那最终还是定了我身后的这个 Airstream 这个清风房车。当我们看到这个25尺的这个车的时候，觉得还是在里面生活是没问题的。这个车太漂亮了。它的这个外皮是一个纯铝的外皮，它的这个保值性、它的耐用性特别好。不知道我们这种生活可以过多久，然后万一我们要卖掉它，可能会能更保值一些。对，这样可以收回一笔钱回来。是。对。然后呢，就是车的保险费，因为在美国你没有保险你的汽车、你的房车都是无法上路的。对。汽车的保险费呢是半年一交，我们这个车皮卡还贵一点，是600-700美金。对，700多美金。对，然后房车呢是1年一交，也是600-700美金。第一项日常开销呢，必然就是我们要住在哪里，就是我们的营地费。那我们一开始买的是 Southern Trails 会员，这个会员是我们当时黑五买的，是470刀，1年，而且是加州区。对，加州区，最多可以一次性住14天。但是这个好在就是说，你住了这个营地之后，就是你其他费用是不用交的，你不用交每天的费用，然后你也不用交水电的费用。对。第二种形式呢，就是比如像我们现在在这个营地，它是一个像酒店式的这种营地，它的费用呢就是每日收。现在我们在圣地亚哥订了7天，花了多少钱？花了380，好像380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跟酒店的这个对比。对，那你住的时间越长，你花的钱越少。这边这个营地我记得1个月可能是1100还是1200-1300吧，相当于你可以找不同的城市去租房。那再说说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开销，就是油钱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车拖上这个房车以后，本来皮卡就很费油，对，那拖上以后油又砍一半。然后这现在呢，加州，尤其是加州的油钱，在上周1个星期之内涨了10%。那说一下现在的日期啊，是4月份，4月中旬。现在圣地亚哥此时此刻4块9毛多、5块多的、6块甚至6块都有。对啊。然后就是加州这样，然后我们看外州就3块多。就很便宜，对，哪怕出去到俄勒冈那边都3块多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想移动，想继续走，就是油钱是一个我们无法避免的一个每日的开销。尤其是我们车的这个油箱可能是30多加仑吧，对，那加一箱油可能就得140-150了，130-134，对。然后其实要是在以前3块多、2块多便宜的时候，可能加一箱就50-60块钱。然后就是我们每天的饮食费用，吃东西，车得喝油，我们得吃饭。那我们呢？去房车营地附近的一个超市呢，实地的去买了一次东西。大家看看现在美国的物价。现在我们来房车营地旁边非常近的一个超市叫 Winco， 看到我们非常爱喝的一个果汁了，2块4毛8。看它这儿写着沃尔玛现在的价格是1块9毛8一磅，然后呢这儿呢是1块6毛8一磅。买这点够了吧？够了。这一袋土豆是5磅，然后沃尔玛是3块4毛8，这儿现在是2块4毛8。来一袋，来一袋。这东西存得住。我觉得在美国买这种什么蒜啊，这种东西就挺贵的，比如葱、蒜。这个蒜是3块9毛8，这一袋3块9毛8，太小了这一袋。是你经常会买这种西红柿碎，然后呢，在做意面什么的时候，就直接倒进去就可以，味道就非常好。这个是9毛8。前两天我们在国内看到有一个店叫塔可中，就是这个Taco Bell。然后这是12个脆饼，然后自己买肉啊、菜的往里放，你就能烤了吃。对，2块5毛2。2块5毛2。买一瓶这个越南的辣椒酱，蒜蓉辣椒酱，这是4块9毛8，2块7毛8。买完之后呢，就在那取一个小纸条，然后自己拿笔写上你买的是哪个号就可以了。结账的时候他就认这个号。发现一个机器。可以打这个花生酱，真的是，因为咱们是要当火锅调料，就是香香的那个面的味道。这是做披萨的面，然后1块9毛8。一会儿我们回去就做披萨。来，我们再来一点孜然粉，
我们需要买一点这个椒，这个是1块2毛8一磅。这个要是在披萨店你单点一份的话，还要加2块钱呢。这种超市会一个一个卖的，就是它绿的、红的和黄的价格是不一样的。这个绿的是6毛8，红的今天打折4毛8，然后黄的是9毛8。牛奶1块9毛7一瓶。鸡蛋3块8，18个。我们又买了一个火鸡肉。到了面包专区了，来一块这种大的面包，吃早点用，非转基因的。小雨，刚才咱们花了多少钱？一共花了51块9毛3。51块9毛3，就算52块钱吧。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？这么多东西，贵吗？另外呢，还有就是我们 Starlink 的网费，这个是$150。对，这个是必须要付的。因为对了，这儿有一个费用应该算在咱们那个硬件支出，就是它的硬件费。对，星链的硬件是$666那个硬件，然后就是每个月$150的一个网费。还有就是我们的洗衣服的费用啊，洗衣费。对，因为我们车上没有洗衣机嘛。对，这个洗衣服呢，就是你要去营地的洗衣房去洗，那一次是洗一次可能是2块多，然后烘一次是2块多。对，然后有的营地贵一点，有的营地是5块。我们俩现在几乎是不买衣服，对我们俩花销就比较少，没有什么买衣服的钱，我们俩买零食啊什么都没有。零食你还没买？你每次去都要买，好吗？就那种膨化食品，Costco 那么大袋的膨化食品，哪有那么大袋？我给你拿来行吗？啊，你前2天买那我给你拿来。我买的零食绝对没有很大袋。但是我特别爱吃糖，我会买那种小袋的糖，就是美国糖，各种各样的酸糖，我特别喜欢吃。一袋都多少钱？都好几块钱。但是也没有很多呀。不过这酸角挺好吃的。你看，真不是，就是，但是这个膨化食品真是不好，这酸角确实不错。这酸角你知道什么吗？有点那话梅的功效。每次我买东西的时候，我说我要买，然后大白就说他不要买。然后呢，当我买了之后呢，反而是他吃的最多。是不是？你这绝对瞎说八道。关了。你吃的都是我吃的一倍。哎，好了，关于我们房车生活的全部分享就到这里了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其实我想每个人对这样的生活的理解也许都会不同吧。可能你会觉得不值，也可能觉得这才是梦想的生活。不过无论怎样了，至少对我们来说，这是这个阶段最适合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了。我想这段日子一定会成为我们生命里最珍贵的记忆。很期待听到大家的想法啊，或者留下一个赞，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视频。感谢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